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今天这个小视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怎么样去粉刷室内的墙面。刷漆往往是很多人最先愿意尝试的几个 DIY 的项目之一，但是这个工作呢比想象要复杂一些，所以呢很多人中途呢不得不又去联系一些 contractor 去把这个工作把它完成。细节决定成败。刷漆这个工作虽然看上去简单，但是也有一些关键的细节，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，你不会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。那么这个小视频就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刷漆的整个过程，然后有哪些细节你需要注意的。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刷漆前的准备。首先是要把墙上所有的挂件都取掉，这个包括窗帘挂的画和相框，电盒的那个 panel， 插线板的 panel， 这些东西都要把它取掉。第二呢，就是地板的保护。如果你只刷墙的话呢，大概离墙面3尺的位置，需要用纸皮或者纸板把它 cover 住。如果你也刷房顶的话，那么整个的房间的地板都需要 cover 起来。当这些基本的保护的步骤做完以后，下面就是要准备修补墙面了。首先需要修补的是钉子眼。墙面很多挂画框的地方，如果你不准备把这些画框挂回去了，那么要把那些钉子取掉。那么这里呢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个工具，就是这个叫做 Paint Stripper， 这个实际上是铲漆用的，一面呢比较尖，另一面比较钝。然后这个呢，当你把钉子取掉以后，钉子眼儿往往会像一个火山口一样，周围会突出一点。这样呢，就要用这个比较锋利的一边把它铲平。然后另一边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途。这个钢的这个头，稍微用点力，把钉子眼儿把它压进去，这样呢会在这个表面形成一个凹槽。这个凹陷的部分呢，它会给 compound 足够的空间，让它附着在这个墙面上。这个是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个细节。然后呢，就是墙体呢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裂缝，那么这个怎么处理呢？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很尖利的一边，可以用它把这些裂缝、一些松动的部分把它去除掉，形成一个 V 型的小沟，也是为了腾出空间，方便干墙的 compound 附着。如果破损的缝隙比较大的话，一定要用这种 mesh。这种 mesh 的作用呢，它可以把 compound hold 在那个地方，让它尽量的少受重力的影响往下垂。如果墙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洞，打个比方有这么大，那么要怎么做呢？你可以去 local 的 hardware store 去买一种金属的或者是塑料的网格，这种东西你先把它固定在干墙上，然后再把干墙的 compound 涂抹上去。需要用的工具就是这种抹子，这种有不同的尺寸。如果一般的钉子眼儿可以用小的，如果是大一点的缝隙可以用这种中等的，如果是再大的洞的话，也需要用这种6寸以上的比较大的这种铲子。补洞的时候的一个原则就是，那个 compound 的用量要宁多勿少，不要试图在它湿的时候就把它抹平，因为 compound 在干了以后它还会收缩。如果你把它完全抹平的话呢，等干掉以后你就会发现中间会有一些凹陷，这样呢你又要补第2次。所以节省时间的方法呢，是你把它搞多一点，让它凸出来，因为凸出来是不用担心的，最后打磨的时候会把它完全打磨掉。如果是小洞，一般1次就够了，但是如果是大的洞或者是缝隙的话，1次往往是不够的，因为 compound 在它干燥之前它是有一定的流性的，这样呢它或多或少会受到重力的影响，它会变形。所以一般呢，你要补完1次，然后等它干了以后呢，然后根据情况再补第2次，甚至是第3次。
如果你刷漆的工作需要的时间比较紧的话呢，你可以使用电吹风，让它快速的干燥。如果是小洞的话，大概5到10分钟可能就可以打磨了。下一个步骤呢，就是墙面的打磨。首先要注意好个人的防护，口罩、手套、帽子之类的东西。打磨呢，是可以用这种砂纸，这个呢是干墙专用的砂纸，粗细的程度是120。其实呢，这个干墙呢对砂纸的粗细程度呢要求并不是那么高，尤其呢你不需要用太细的砂纸。室内的墙面呢，它刷完漆以后，它也是有一点凹凸不平的，这个是非常正常的。它不像木工和金属的表面，那么你有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细的砂纸。那么120、150、100，那么就可以了。需要用到的工具，你可以如果是面积不大的打磨的话，你可以用这种小的工具，把这个砂纸把它固定在这上面就可以了。如果是面积大一点的，可以用这种大的 holder。当然市面上也有一些电动的打磨机，你可以使用，这样呢能够节省你不少的体力。打磨的时候呢，要注意看那个补的部位的边缘，它要完全的和旁边的墙面齐平，不要有明显的痕迹。好，接下来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步，就是墙面的清洁。在刷漆之前，一定要清洁一下墙面，因为有一些拐角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蜘蛛网，还会有一些灰尘。另外，打磨完了以后呢，有很多粉尘也会附着在墙面上，要把这个墙面清理干净，这样会有利于漆的附着。清理完墙面以后，就可以刷漆了。首先要把地脚线、天花线和所有需要改变颜色的地方都要贴上刷漆专用的胶纸。有些天花板呢是 stucco 的这种天花板，它呢凹凸不平，这种情况不好贴胶纸。那么你也可以不贴，但不贴呢就要注意，你刷这个边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，然后尽量不要让这种漆粘到这个天花板上去。下面一个步骤就是勾边。勾边呢就是使用刷子把那些大滚子不容易滚到的地方，用刷子先把它刷一遍。这里我需要给大家提醒的是，当选购这种刷子的时候，一定要买最好质量的刷子。市面上有2种刷子，一种是这种尼龙刷，另外是这种马毛的刷子。这种真的马毛的刷子，它的质量会好很多，它会厚得更多的漆，它的售价会贵一些，但是这个是绝对是物有所值的。因为使用这种好刷子呢，它能够节省你的人工。有的时候用这种差的刷子，你需要刷2遍，但是这种好的刷子刷1遍就能够达到类似这种2遍的效果。同样的道理，这种刷漆用的滚子也需要买质量好的，因为同样它可以节省你的人工。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漆的选择。这种室内用的乳胶漆呢，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，就是乳胶的含量。往往乳胶的含量比较高，那么这个漆就会贵一些。所以虽然有漆的价格有显著的不同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你1分钱1分货。你买好一点的漆，它的乳胶含量高，这样呢，有时候你需要刷3遍的墙面，结果呢刷2遍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算下来这个成本并没有高。另外呢，它还大量节省了你的人工，请一定注意这一点，不要在漆上或者是这些工具上去节省成本。这个勾边的面积不需要太大，往往呢4到6英寸就可以了。勾边完成以后，就可以用这种大的滚刷来刷这个墙面的主体。这个滚刷用之前呢，稍微用一点水把它潮湿一下，但是千万不要把它直接放到水龙头下面去冲它，这样的话那个水会太多了。这种情况呢，如果这个太多的水在里面呢，你刷墙的时候会一个 mess，
会大量的水会从墙体上这样下来，这样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。另外，这个刷子有两边，一边是这一边，另一边呢是有这个小 arm 的。这个小 arm 的一边呢，往往因为这里有一些洞啊之类的东西，往往会有很多漆藏在里面，所以刷的时候要注意，这个刷子走的方向是从这边到这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从左到右刷的话，那么你从这边刷，而不要这样。这样的话呢，因为每一次这边刷完，往往会有一道痕迹，所以从左到右这样刷呢，你这个痕迹出来以后呢，新的滚子它会又把它抹平掉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。然后这个漆呢，你是不需要用水稀释的，比较理想状态的漆呢，应该是比较粘稠的，这样呢，它的遮盖的效果非常好，然后呢，它不容易产生那些漆点，去溅得到处都是。如果你的空间足够大呢，你可以使用一个加长的杆子，这样呢，就会一次性刷的面积会大一点。用力的时候注意均匀用力，一开始呢稍微慢一点，感受一下，然后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推进。使用这种滚刷刷漆的时候，有两个细节需要注意。第一呢是漆皮。这个漆皮呢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漆当在这个漆盘比较薄的地方的时候，它容易干掉，或者是处于一种半干的状态。这样呢，它会形成一些像塑料薄膜一样的漆皮。这个漆皮一旦粘到这个滚刷上面，它就会刷到你的墙上。当你看到有这种漆皮出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及时的清理。另外，当你的滚刷上面或者是漆盘里面开始出现这种大量漆皮的时候，这样呢也是一个信号，就是你现在需要清理一下这个滚刷和漆盘了。因为这个漆皮如果太多的话，你会严重的影响你刷漆的进度，因为你需要不断的清理墙上残留的这个漆皮。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的就是泪滴。这个泪滴呢，就是漆呢上去以后，有些地方比较厚，然后呢在重力的作用下，它就在墙上形成一个像眼泪一样的东西。这个当你看到以后，如果它还没干，你可以用滚刷再把它滚一遍就可以了。如果它已经半干或已经全干了，那么你就需要拿小铲子把它铲掉，然后有的时候呢还需要稍微再打磨一下，最后呢再拿小的刷子把它再重新刷一下。刷漆需要刷几遍呢？这个视情况而定。如果你不改变墙体的漆面的颜色的话，墙体又比较干净，这样呢刷1遍就可以了。当你需要改变颜色的时候，例如说浅色改深色，或者呢你这个墙体比较脏，这样呢我建议你刷2遍颜色漆就可以了。如果深色改浅色呢，我建议你刷3遍。第1遍用 Prime 把这个深色的颜色盖住，第2遍和第3遍用浅色的颜色漆刷上去，这样出来的效果呢就非常的 solid， 不容易滑。好，这个漆刷完以后，在它没干的状态呢，它墙面你看上去总是有点花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不要担心，也不要做任何的补救工作，因为漆没干的情况下，你是看不出来这个墙最终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。所以等漆干掉以后，然后呢再做一个判断，你需要再刷1遍，还是需要进行局部的进行一些补救。然后现在这种乳胶漆它干的还是挺快的，一般2-3个小时就基本干掉了。所以当你完成了最后一道漆以后呢，你需要不要等太长时间，就要把这个刷漆用的胶纸把它去除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乳胶呢，它跟这个胶纸之间它会形成一个薄膜。如果你等太长时间，比如说1天以后才取的话，这个薄膜会变硬，以后呢，它就能够产生一种拉力，这样你撕掉薄膜以后，可能会附带着把墙面的漆呢也撕掉一部分下来，这个就比较麻烦了，你需要进行大量的修补。好，取完胶纸以后，基本刷漆的工作就算做完了，然后呢，就是把该装回去的这些窗帘啊、这些垫盒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。这个房间呢就可以准备重新布置了。
好，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，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，也欢迎您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呢，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